6天輸光 2.8億，趙薇前夫滯留海外內幕曝光。你在上面看到的是2024年12月瓊瑤去世時，趙薇罕見打破了3年的沉默，在微博上發布的紀念推文，內容寫得非常含蓄，僅以一首明代楊慎的《臨江仙》作為隱喻，全程不提名字，不放照片，不是趙薇冷漠無情，而是當時她正處於軟封殺的狀態，能發生已屬不易，尤其是非成敗轉頭空一句，既是感嘆瓊瑤傳奇一生的落寞，也是對自身命運的暗示。趙薇命運的分水嶺發生在2008年與前夫黃有龍結婚後，在此之前她是全國頂流女演員，在此之後她的身份逐漸多元化，成了導演、合夥人乃至資本炒家，獲利之風一度讓她有了女版巴菲特的外號。然而2018年證監會出具的一份處罰書曝光了她與黃有龍操控金融市場的事實。2021年國家開展文娛行業專項治理，趙薇因違規資本運作，利用公眾影響力擾亂股市，收割普通投資者，被列為典型案例。她的名字從《還珠格格》情深深雨蒙蒙中消失，綜藝演員請就位全網下架，品牌代言全部解约。據說在軟封杀前1個月，趙薇與黃有龍已經低調離婚，但這段隱情直到瓊瑤去世的24天後，趙薇才在微博上證實。她稱任何與黃有龍有關的事件、言論或新聞都與我無關。隨後趙薇似乎是解除了軟封殺狀態，開始每個月以1到2條推文的速度更新微博，內容大多是旅遊照片、生活感悟、老友聚會、公益活動之類。趙薇的生活重歸正軌，但她的前夫黃有龍就沒有這麼乾淨了。在趙薇官宣離婚之際，另一位女性的電話被媒體打包了，她就是黃有龍的債主蔡一鳳。2019年，蔡一鳳以黃有龍欠她1.03億港元中介費為由，將其告上了法庭。媒體問蔡，2個人離婚後，你還會向趙薇討債嗎？蔡一鳳答，我一開始就說了，這事兒不牽扯家人，同是女人。對於趙薇小姐，我一直是表示同情的。現在人家離婚了，我送上由衷的祝福；別人離婚，她送上由衷的祝福。黃有龍到底和她有什麼過節？這故事還要從2015年的一場賭局說起。彼時，蔡一鳳邀請黃有龍去澳洲一家名為皇冠的賭場瀟灑一下。黃有龍回復玩可以，但是要蔡一鳳幫他解決籌碼的問題。眾所周知，大額資金出境都是受到嚴格管控的，黃有龍不大可能帶着幾億的現金去澳洲。一般的做法都是由賭場提供一筆資金當籌碼，不管贏了輸了，等回国後再慢慢算总賬。可惜黃有龍在賭場界的名聲不大好，2010年到2015年有多次輸了錢赖账或者拖着不还的记錄，皇冠不願意给他放水。這時候就要看蔡一鳳的公關能力了。這位蔡一鳳號稱港澳名媛，其家族根基在菲律賓，16歲才隨父母移居澳門。家族做的生意比較雜，在內地投過銀行，開過酒店，其母親表哥還入股了澳門太陽城集團，对，就是那個專門給富豪放水並開設網絡賭場的公司。其老板席米華於2024年被判了18年，但正是憑這一關係，蔡一鳳說服席米華以太陽城的名義給黃有龍做擔保，讓皇冠賭場給黃放了4000萬澳元，按當時的匯率約合1.8億元人民幣的籌碼。黃有龍欣然赴約，可惜運氣不大好，2天就輸光了1.8億元，輸多了想翻本，他又找蔡一鳳做擔保，貸出來1個億，這次有經過4天才出完。離開賭場時，引發訴訟的羅生門出現了，蔡一鳳一口咬定2個人曾約定第2筆1個億的貸款必須在1個月內還清，如果逾期需要支付年化24%的利息。但是黃有龍不承認有口頭協議。回國後估計是資金緊張，黃有龍根本拿不出2.8億元的現金，4個月的時間才勉強湊了1.14億，支付了部分欠款。蔡一鳳上門討債，他便讓秘書開了3張面值為4800萬的支票交予對方。誰料蔡一鳳對銀行對票時，銀行以收款人必須是太陽城為由拒付。事後蔡一鳳質問黃有龍這是什麼意思，黄有龍說，這樣吧，我在香港富豪海灣有一套豪宅，市場價5600萬元，但是房產證的名字在我朋友名下，我把它买下來送你抵債可以嗎？蔡一鳳允諾可以抵5200万的欠款。结果黄有龍支付了800萬首付後又沒动靜了，双方矛盾徹底激化，幕後大佬席米華出門調解，最後達成協議，從2016年2月起，黄有龍分45個月向太陽城連本帶息支付剩餘欠款。截止到2019年11月，黄有龍一共支付了2.18億，太陽城隨之声明双方的債務已經終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債務程序期間正好是趙薇夫婦深陷萬家文化收購風波之時。2016年12月，黄有龙約見萬家文化实控人商谈收購事宜，随後趙薇持股95%的龙威傳媒與萬家集团正式簽訂股份轉讓協議，作價30億收購萬家文化29%的股份。消息披露後引爆資本市場，萬家文化股價暴漲，但趙薇夫婦很快就爆出實際出資僅6000萬，剩余29.4億全告貸款，動了51倍的槓桿，風險極大。收購案雖不了了之，股價大跌，2個人隨後被數千名股民告上法庭，被判承擔連帶責任。這邊股民的官司剛結束，那一邊蔡一鳳又把黃有龍告上了法庭，要求其按照約定向自己支付1.03億港元的中介費和利息。在法庭上，蔡一鳳主張自己以個人身份與黃有龍達成過2份獨立的口頭貸款協議，約定逾期24%的年息，即使他已經還清了太陽城的欠款，但是利息仍獨立存在，应另行支付。面对气勢汹汹的債主，戏剧性的一幕發生了。此时黄有龙人已經在法國，本人并未親自坐上被告席，而由律師
代為提交了一份申請中稱黃有龍因胸痛、心臟不適，身體狀況根本無法乘坐3個小時以上的長途航班，因此請求通過視頻連線的方式出庭作證。雖然隔着屏幕，但是黃有龍抗辯卻極為犀利。他表示這些貸款都是太陽城提供的，蔡一鳳只是個中間人，他個人沒出貸款，也不承擔壞賬風險，憑什麼要我支付利息？法官問為什麼第一筆1.14億的欠款要給蔡一鳳？黃答讓他轉交給太陽城的。法官追問豪宅800萬的首付款又是怎麼回事？黃答那是蔡一鳳結婚時給他包的紅包，是贈與，並非還債。給予蔡一鳳致命一擊的是，黃有龍律師向法庭提交了一份黄有龍與蔡一鳳表哥的通話記錄音，表哥明確表示債務歸屬太陽城，與蔡一鳳無關。基於以上請求，法院駁回了蔡一鳳對黃有龍全部的訴訟請求，同时宣布蔡一鳳要承擔被告全部庭審開支，為這場持續了7年的訴訟畫上了句號。2013年，媒體在走訪大師王林住宅時，王林主動透露黃有龍是他介紹給趙薇的，趙薇也在《康熙來了》上稱黃有龍是自己一位十分敬重的前輩介紹的。时至今日，王林被捕後病逝，黄有龍滞留海外不歸，趙薇歷經波折後生活重歸平靜。如果王林真的是大師，真的能預測他人的命運，為什麼沒有算到今天众人的結局呢？